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11号星期五，先看屏幕，看屏幕上2张图，哈哈哈哈！这小体格还行哈，但是不能说大话。今天在观察，所以今天就轻松去跑，当成休息日这么跑，去大本城转一圈就回家，7公里。我们爬个坡上去天桥，给大家看看朝霞。今天朝霞可好看了，先穿上长袖了。这现在早上起来14摄氏度气温，哎，这儿也1秒就入秋了，前天还20呢。准备了啊！还行吧。我特别喜欢远处那个山的剪影，虽然北京好几面都环山，3面环山，但是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。我特别喜欢那个山的剪影，那就是生驹山。看能不能赶上这灯，赶不上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昨天的节目大家也看了，应该就突然的早上起来发烧还不低呢，38度，半夜嗓子或者南方的小伙伴们喉咙嗓子疼或者喉咙痛，不知道您是哪一种说法，反正就是疼醒了都。但是昨天白天我也没吃药，就吃维生素，还有吃饭，中午吃的炸猪排，晚上吃的炖牛肉，哈哈哈。然后基本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37度3，但是我当时的体感明显是感觉好了，因为前天晚上，昨天本来早上起来是跟家属商量说去电川河拍摄的，拿无人机，但是当时又怎么都提不起兴趣来，就不太想动，就那种感觉。但是到昨天晚上就一下就感觉好起来了，就觉得就战胜它了，应该就是急性那种上呼吸道感染。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天，聊聊这几天的事儿。但今天穿了身新衣服，内道的长袖，第一次穿。我有2件这样的长袖，一件是内道的，一件是好像是2022年买的轻工的。像这季节就是上半身可以考虑穿一个薄长袖，因为现在穿皮肤衣我感觉还太早了。你要下半身穿的这个，就是人的腿其实是很不怕冷的，胳膊不行，或者要不然你就穿普通的有袖的短袖。但是我其实对那种衣服兴趣一般，个人爱好，没有好坏之分。昨天我看了各位的所有的评论和弹幕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没什么事儿，而且我平常我也不去公共场所，所以平常别人传染我或者我传染别人的机会也不多。反正我生病了是这样，我必须出门的话我就骑车。你看昨天早上5点多我骑车出来，那就问题不大。在这儿碰见了平面先生和蔡先生，我都跟他们赶紧说，我说我病了，你躲我远点，3、4米说话，也就这样了。然后那位观众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说到那么死，但是万一人家来了呢？因为他在这儿就2天，是吧？没有什么，也不用说人家怎么着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样，你说随缘，我很理解，因为出来玩，你就说这么近，中日这么近，但也是挺累的，而且来过的都知道，就京都、大阪这一块儿，基本上您玩就得是以走路为主，挺累的呢，真的挺累的呢。虽然城市挺小的，都理解，互相理解，就是什么事都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想让别人怎么说你呢，你也不怎么说别人，就特别好。明天早上还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呢。明天早上的 A 组是4分05 20公里，我不一定行，我见好就收。还有小伙伴说看没看
那个关于码率和清晰度的那个视频我看了，而且因为我起得早，我是昨天嘛，还是就它上线那天一大早5点多4点多看的。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，我说完蛋，肯定待不住这视频。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消息，然后先那个铺垫一下，但是看起来可能并没有。但是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商用的宽带其实是太贵了，真心话。那时候不用云的时候，自己的服务器，那时候去机房，我们一个机柜对外的带宽就2兆，那还巨贵呢。那是2009年到2012年。而带宽这个事情，我觉得，但是现在会越来越好。现在你看我在这儿，我家的宽带大概是，因为都是家属交，我记不太清，可能200以内吧一个月，上下行都是1个 G。就比较搞笑的是，我在这儿传 B 站，比在北京传 B 站快得多。在这儿传 B 站能跑到30多兆每秒，事实上有时候能跑到40，然后传其他的平台能跑到60甚至70。你想跑到理论的那个120、125、180是没戏的。然后我现在虽然拍的是4K， 但是哔哩哔哩我还是寻求一个更快的发布，所以有的时候关键的影片，比方说周日那30公里我传的是4K 的，大多数时候我会传1080P。就这样。但是关于身体这事儿，你看又进一步印证一个事儿，就是我老说的，只有锻炼，不管你是锻炼还是训练，还有在于嘛，你都会让你对自己的身体的评估更敏感，对吧？就是你病到什么程度，你好到什么程度，就会比较明确。然后看见蔡先生了，没事了，哈哈哈哈，没事了。但是我不跟你跑了，我直接一圈回家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明天来吗？来，加油。昨天在转盘那儿碰见的他，聊几句。你看，今年的大阪马拉松的存取包就不在这片土地了，因为去年下雨那问题，大雨就变好了。回头看看，给大阪马拉松的组委会或者给大阪旅游局发个邮件，我说你看我带动了好多经济呢，给我点奖励吧，是不是？就判断身体这个事儿，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也没什么秘诀，这东西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你看我现在的跑动5分16 130心率，而且我觉得没什么感觉，而且因为昨天歇了一天，今儿还更有劲儿了。就昨天上午身体反应特别大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可能这次应该会比较顺利的康复。当然还是不说大话啊，明天再观察一天。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特难受，一直37度6，而且这人是这样，你平常天天特舒服，你突然一生病你就特难受。为啥？还有在一吗？2天没看见大河原先生了，他已经去东北比赛了。就是他叫东北，就是不到北海道，就是在本岛上，跟北海道跨海了。
然后我的东京半马是下个周日。我看也有小伙伴说下周日是比赛日，也是生病了，幸亏这么早生病。您说的对，就得往好处看。虽然生病可能会影响一些备赛节奏，但是你要现在感冒发烧了，然后3、5天好了，你比赛肯定是安全的，对吧？然后也不知道北京马拉松什么时候公布抽签结果，就这我也不明白。就是你看，大家报大阪马拉松的，报东京的，或者报哪儿的吧？或者报哪儿的人都是报名的时候告诉你几月几号出抽签结果，他最多就不告诉你几点就是了。咱再来10月中旬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儿不是应该，就是组委会肯定是规划好具体时间的，他不可能没有这个时间表，对吧？那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几号抽出来，那不是奇怪吗？然后还有上海马拉松这个事儿，就是为什么都在说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候选赛事呢？那我昨天还 double check 了一下大满贯的官网，还2、3年前就有文章在公布了，成都当时已经是备选赛事之一了。只不过现在的情况看，上海更容易实现，因为3年连续2次达标，它达标有好多硬性指标，比方说你要邀请多少在填写一个名单里的运动员呀，或者说你有多少海外人员参赛呀，这些。那我觉得咱们实事求是的说，可能你要是个外国人说来中国跑一场马拉松，那上海和成都选择哪个就显而易见了。那成都的小伙伴别不高兴，但是有时候事实就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而且关键是，虽然说感觉各大传统的品牌现在有面临一些经济的压力，但是毕竟上海还是 Nike 我那天也发文说助力上海成为大满贯赛事，不知道静观其变吧。但是上海我应该是不报名了，第一是我也抽不上，第二是那时间不太合适。我要上海去的话，就是上海，然后下周末奈良，然后再下周末台北。但是成本应该挺低的，你看昨天跟家属开玩笑嘛，我回去跑个北京马拉松比去趟东京成本还低呢。我查查那个阶段回北京往返，我一个人的话2000多块，而且还是首都机场，不是大型，将近3000块吧。但是要是去东京坐新干线，再加上住宿，可能得中几千块。我们俩人的话就得大几千块。回北京我还不用花钱住宿，但是估计就是吃喝上得破费了，得跟小伙伴们涮羊肉，然后去喝个精酿，吃2次安妮，也就这样。不知道抽签之后再说。那年北京赛道上那么多小伙伴给我加油，还历历在目。那天真感动坏我了。然后家属在家里拿那个 CCTV 那个弹幕录屏，不是弹幕就是底下的评论。我要知道的话，我就跑快一点了，真心的。那天30多公里之后有点放，因为240没戏了嘛。昨天特逗，那个柏林马拉松跑到2小时41，好像2小时41分30多，就是在今年去看香根一传和东京马拉松
啊，今天去看东京马拉松的那次影片，就一位有留着那个络腮胡子的一位先生，是他已经超过了我的 PB 半分钟了，跟我说跑到最后的时候想起我那句话240没戏了。就最后你看着表，基本上到30公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没有戏了。我大概的经验是到30公里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领先你的目标时间半分钟以上，就肯定没戏了。然后如果你我一般都看28公里，因为我习惯把一场比赛分成3个14公里。就是28公里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领先大概40秒甚至1分钟的话，就很难了。北京那次就是28公里的时候，我看我比240的要求还慢了5秒，一般到28公里看一下就知道大概了。所以后边就有嘻嘻哈哈，然后在那个30多公里34、5公里折返那儿，还看见约纳都马老师领跑的那个小分队。哎呀，赛后在那更衣室，因为那时候进更衣室的都还是大众精英的，没什么人，好像只有我和1、2个单奔的，剩下一大帮都是他们那一个方阵的人。马老师跟我说呢，说虽然没240吧，但是明年都不用抽签了。我就没跟他说我差4秒。但是北马这9星过于严格了，他好像只保留1届吧，我不确定。就是今年要求2023年是9星跑者，那就2023年的北马跑进245。我们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，一切都好，不用太担心。像这种跑不是很要成绩，轻松跑我就把那个磨脚的阿尔法弗拉2代穿上。这鞋现在跑个就这样跑，轻松跑个10几20公里是不磨的，快一点不行。哎呀，选鞋困难呀，因为其实咱们就算是有认识好多品牌，觉得品牌好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就目前能买到的鞋里，很公认的是Alpha Fly 3，应该是几乎是第1名吧，就是在各方面综合来看。但是我穿不了，我只能在大概其他品牌的旗舰和 Nike 的次旗舰里选，但是 Vaporfly 我也穿不了，因为现在穿对我来说，我比它能力强太多了，有点软。期待阿迪的那个 Pro 4，这是我从2018年最后一次穿阿迪 Zero， 还有阿迪的波士顿以后，第2次能穿阿迪的鞋。那个时候的阿迪 Zero 和那个波士顿还是薄底儿的呢。我的芝加哥马拉松就是穿着一双亮黄色的波士顿跑的，然后18年的伦敦马拉松是穿的一双灰色的阿迪 Zero 跑的。OK， 那就这么着，一会儿训练之后再见。今天先聊天了，很开心。嘿，小伙伴们，相机没电了，都到家了，跑了7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22，心率132。哎，说是14摄氏度，但是它还是夏天那感觉，出一身汗，赶紧去洗澡了。行吧，最后再感谢大家的关心。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好。今天努力再恢复1天，那咱们明天再见。